北溪管道被炸后，欧洲将从哪里获得天然气？其能源政策和环保政策将会向何处去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创。过去我们就说过，俄罗斯外汇收入之中的天然气主要依赖欧洲市场，而对中国这边的出口量只占欧洲的1/10。主要原因就是俄罗斯与中国连接的天然气管道数量不够，而且呢距离比较远。中国目前还是发展中国家，在工业中使用天然气的比例相对较少。你也可以理解为，中国还不能像欧洲一样，在更多的生产环节中使用天然气作为动力。在俄乌冲突爆发后，普京一直把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量当成牌来打，包括推出天然气卢布，还有没完没了的管道维修。直至前一阵发生的灰天鹅事件，让普京失去了继续使用天然气向欧洲施压的能力。而欧洲在能源供应上有可能会走上一条不归路。在现实的能源转换之前，欧洲的部分工业可能会流向美国和中国，而自己成为最大的受害者。寒冷的冬天即将到来，没有俄罗斯天然气的情况下，欧洲又将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？目前他们很可能会寻找替代来源，并且在2027年左右完全终止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。而依赖液化天然气市场将是欧洲解决这场危机的主要手段。现在仍然无法确认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增加供应，以满足欧洲的新需求。一旦俄气断供，欧洲特别德国该怎么办呢？欧洲现在找到的办法无非就是这么几种：第一，减少需求。欧盟提出为安全冬季节省天然气，还要求人们关闭家庭和办公室中的恒温器，在今年冬天将整个欧洲的整体天然气需求减少15%。第二，增加非俄罗斯来源的管道供应，这其中就主要包括来自挪威、阿尔及利亚和埃塞拜疆等国的天然气管道。据称，现在整个欧盟的冬季存储天然气已经充满了80%以上，这远远早于欧盟计划在10月底前完成的计划。欧盟成员国和欧洲经济区成员国预计进口液化天然气将比2021年增加410亿立方米，占到了俄罗斯进口预期下降的6%-7%。欧洲国家大量进口液化天然气，得益于中国的仗义相助。中国今年的液化天然气需求下降了将近25%，而又能获得大量俄罗斯和美国的廉价天然气，从而可以将剩余的天然气卖往欧洲。当然，这个过程中国肯定要获利。尽管如此，亚洲其他地区对冬季液化天然气供应的竞争也日趋激烈。为了确保液化天然气可以进口，欧盟需要更好的液化天然气基础设施。另外，全球液化天然气的运输能力已经捉襟见肘，租用液化天然气船向欧洲运送天然气的费用每天都超过10万美元。前几天，最后一艘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已经被人租走，而这些正在运行的液化天然气船，并非都是开往欧洲的，因为其他国家也需要进口液化天然气，这可就难办了。可以说，欧洲人现在正在天然气问题上被美国洗劫，很可能会度过一个难熬的冬天。当然，欧洲还有其他的办法，比如说增加风力和太阳能发电量。当然，这也是需要一个建设周期的。中国目前是全球最大的风力和太阳能发电设备的供应国，可以帮助欧洲更改能源结构。只不过，无论是建设风力发电还是太阳能发电，都是有周期的，因此难以满足今年冬天的需要。按照欧洲的计划，到2026年或者2027年，随着卡塔尔产量的扩大和美国新项目的投产，一波新的液化天然气供应
将会满足欧洲的需要。当前的危机也促使了新的投资，特别是在美国，正因为俄罗斯失去欧洲天然气市场而发了大财。欧洲还在推动工业中使用氢气来代替天然气的办法，从根本上降低对天然气的需要。这也可能会导致未来10年全球天然气市场出现过剩。但欧盟不仅希望摆脱俄罗斯的天然气，他们还试图通过加速部署可再生能源来提高其建筑存量的能源效率，使其国内的供暖电气化，以及寻找工业中天然气使用的替代品，比如氢气。这意味着欧洲的液化天然气需求很可能会在本10年内达到顶峰，从而导致全球供应过剩。天然气出口对俄罗斯来说非常重要，事关整个政府的有效运转，而普京正在失去这张王牌。俄乌冲突带来的冲击，在经济层面的影响将是长期的，全球能源市场将会因此而发生巨变。而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，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